来吧，今天我们来做拼装，创世魔王出品的大本蝙蝠侠。盒子外包装是玩具实物照片拍出来的，这个拼装能做到这么的写实化吗？看着拼完的效果是不错啊，而且吧，这个难度感觉不算太高啊，零件似乎并不多。先来看一下板件，水口做的并不算大，而且细节并不会很肉啊，这些地方尤其小雕琢的纹理很清晰，玉涂装的部分界限也是比较分明的，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溢漆现象，还行，挺细致的板件。成型灰色的零件上边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水纹，哎，这个就很好。蝙蝠侠标志性的披风是非常柔软的仿革质，里边有铁丝塑形，此外还有一盒吸塑，里边是装备、手型以及替换的面雕。好，并不复杂的一个拼装过程，这款大本蝙蝠侠我们就搞定了。完成后，人形高度在16.5公分左右，是一个标准的1:12尺寸。剪切板件的时候，大部分零件也用了隐藏水口的方式，所以就算这样速组下来的话，其实也挺好看的。身上还有一些软胶材质的零件，比如说这些地方、腰带的地方，还有腿上的这一圈，它都是整个的一个软胶零件包了一圈上去以后，用其他的一个锁边去固定一下，安装起来还是很稳固的。玉涂装的效果，金属质感做得非常漂亮。软软的这个披风加上铁丝的塑形，但是这一块装的时候啊，有点不太方便，因为需要上边的这一块和胸前的扣子同时的压合，这一块操作有一定的难度。另外，手臂后边的这一块小的尖刺零件啊，小心扎到手。其他方面，关节的紧实度也都不错啊，阻尼感很好，很舒服。该有的可动关节。哎，这里也都设计了出来。膀子里边有一个大型的圆碗，所以有一定的蝴蝶关节活动范围。腰部这里是双段关节，腿部前后的活动范围，左右的旋转，并且上下有一个托胯的结构。膝盖这里两段关节，紧实度也不错。脚踝这里左右接地，脚尖还可以独立的向上弯折。脖子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，但是我感觉脖子这个球腕插的并不是太紧啊，倒是靠脖子边缘的这一块阻尼也能插得住。上面的这一块头罩的质感刻画很漂亮，因为是写实化的头雕，所以这个胡茬还有整个的皮肤质感，嘴唇的涂装似乎有一些艳了。闭着嘴的这张面雕感觉会特别的酷啊，很严肃，某一些特定角度看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但是正脸看起来的话，瞳孔好像有一点涂歪了呀，斜楞眼儿。一共2个头雕3张的替换嘴巴，我们把这里顶一下，换一个张嘴的表情上去，这个就感觉更喜感了呀。配件方面有4对不同的替换造型手，3枚小蝙蝠镖。武器方面的造型刻画也是比较细致的，这里边是一根钢丝啊，很硬的材质。另外的一把枪造型刻画也不错，备用的子弹还可以夹在枪的侧面这里。同样下边是一个很硬的钢丝，上方这里还可以射出钩爪。拼下来感觉这一款的素质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毕竟头雕很小嘛，所以除了这个眼睛、瞳孔有一点斜之外，其他方面涂装啦，包括整个的扣件细节、板件的规整程度、玉涂装的质感，做的都是非常高级的。能把一个1:12的拼装玩具做出这种很写实的画风来，确实也是挺厉害的一个工艺水准了。那终归来说吧，毕竟是一个拼装的玩具，所以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，再加上整体涂装完成的这种细节效果啊，做出来会非常的漂亮，并没有任何的贴纸，也并不需要补色，就能把这个大本蝙蝠侠很写实的这么一个画风拼装人偶做出来。零件的数量并不多，所以最终完成的拼装时间也是比较短的。但最终在这些有限的分件零件上面，还能做出很好的可动以及不错的这种玉涂装，主要是这一次点缀最漂亮的地方。就是唯一一点瞳孔涂的基本上就2个都歪了。如果说能把瞳孔涂正的话，或者做一个正眼一个斜眼的话，我觉得效果会更棒吧。
作为一款拼装玩具的素质还是非常高的，相较于成品的1:12人偶，拼装的这个省去了代工的费用啊，自然成本这一块可以下降一些，所以性价比方面比同比例的这些可动的成品的话，自然要高出来不少。当然，如果是手艺大神自己再补一些战损划痕，或者说把这个瞳孔再调的稍微正一些的话，那这一款的效果就更棒了。